现在所有新闻都在告诉你局势即将缓和，他们正在对你撒下今年最大的一个谎。昨天晚上，整个华尔街仿佛经历了一场无声的世纪地震，一份长达数十页的内部研报像深水炸弹一样被抛掷到市场上，直接砸盘。它不仅把高歌猛进的纳斯达克锤到了地板上，更引发了极其恐怖的跨市场恐慌，直接吓崩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整整800点。无数散户盯着屏幕上绿油油的暴跌数字，满脑子都是不可思议。科技巨头杀跌就算了，为什么连最抗跌的传统蓝筹股和工业股也在跟着疯狂失血？如果你现在正盯着暴跌的账户，手心出汗，犹豫着到底要不要挥泪割肉，或者甚至还抱有一丝极其天真的幻想，想着要不要抄底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明星科技股，那你一定要把接下来的每一句话一个字一个字的听完。因为你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技术性回调，但实际上你已经掉进了大资金精心设计了整整1年的多空陷阱。今天我们要彻底撕开这层伪装，看看这场所谓的人工智能危机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以及在这场即将到来的残酷财富大洗牌中，到底哪3类资产才是真正能保命甚至逆势翻盘的避风港。我们先把时间线拉回过去2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听到最多的词就是算力、大模型、通用人工智能。媒体、分析师和各大投行机构联手把你洗脑了，让你死心塌地地相信，只要买入那些巨头和概念股，你就能搭上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造富列车躺赢。但就在这几天，红杉资本和高盛的最新内部推演数据被刻意放风出来了。注意我的用词是刻意放风。这些报告里揭露了一个极其刺眼的现实数据，那就是高达6000亿美元的营收黑洞。什么意思呢？今年整个行业为了搞人工智能，疯狂抢购芯片，建设数据中心，全行业的资本支出已经逼近了5000多亿美元的天价。但是真正从终端消费者和实体企业那里赚回来的钱，撑死了也就几百亿。这中间足足大几千亿美元的巨大差额，就是一颗悬在整个美股市场头顶的核弹。就在昨天，华尔街著名机构的首席全球策略师直接发出了2026年最冰冷的警告，人工智能的繁荣周期正在提前褪色，那些估值被炒上天的科技巨头即将把整个美国股市拖入深度重估的泥潭。这就是为什么道指会毫无征兆地狂泻800点的原因。因为最聪明的资金已经闻到了极其危险的气息，他们根本不管你是科技股还是传统股，他们现在的唯一指令就是无差别抛售，疯狂换取流动性逃命。很多人根本不理解，既然华尔街那些绝顶聪明的脑袋早就知道这个6000亿的营收黑洞根本填不上，为什么非要等到现在才引爆？这就触及到了金融市场最深层的博弈潜规则。在这个残酷的市场上，大资金想要悄无声息的撤退是需要极其庞大的对手盘的。如果他们在1年前就老老实实的告诉你，人工智能在短期内根本赚不到钱，大家一起跑，那谁来接盘？机构手里堆积如山的筹码根本砸不出去，所以他们必须要在过去1年多里疯狂拉升股价，动用所有媒体资源，为你编织一个无懈可击的美好未来。当你看着那些科技巨头的股价天天创出历史新高，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极度贪婪和错失恐惧，把最后的积蓄换成股票冲进去的时候，机构的收割机制就精准地启动了。这根本不是什么突发利空，这就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财富转移。而且如果你去深挖这些科技巨头的财报，你会发现一个更加让人毛骨悚然的真相，也就是高盛报告里极其隐晦提到的一种供应商融资模式。为了让你听懂这个左手倒右手的游戏，我们打个极其简单的比方，这就好比你建了一座极其豪华的商场，但是根本没有真实的顾客来买东西。为了让商场的财报好看，你作为大老板自己掏钱借给外面的小商贩，唯一的条件就是他们必须拿着你借给他们的钱来租你商场里的铺位。从账面上看，你的商场满租了，租金收入爆表，股价跟着一飞冲天，但实际上呢，只要你停止借钱给小商贩，这座商场立刻就会变成一座无人问津的空城。今天的人工智能算力租赁市场正在上演着一模一样的剧本。科技巨头把大笔的风投资金砸给初创的人工智能公司，要求他们必须购买巨头自己的云计算服务。资金转了一圈变成营收，散户看着财报大呼不可思议，继续盲目加仓。但这根本不是真实的外部市场需求，这是资本催熟的虚假繁荣。一旦宏观环境收紧，初创公司烧光了钱，这种内循环就会瞬间崩盘，整个市场的信仰基础也就彻底碎了一地。
现在的狂热和恐慌交织的情绪，简直和2000禧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夜一模一样。当年，华尔街也是用同样的套路，忽悠全世界疯狂铺设光纤网络，结果光纤建的太多了，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变成了死账，纳斯达克指数在那场灾难中直接暴跌了 78%。 当年的光纤就是今天各大科技巨头疯狂囤积的算力芯片。抛开大盘指数每天涨跌的噪音，我们直接把视角拉高，来看看在这场残酷的挤泡沫运动中，市场的赢家和输家到底会发生怎样天翻地覆的重塑。有3类资产注定要被市场无情洗盘，而另外3类资产将成为聪明资金疯狂涌入的终极避风港。我们先来看注定被残酷洗盘的第一类资产，缺乏核心护城河的2线人工智能软件公司。这些公司在过去2年里顶着光环，估值被炒到了天上，但现实是极其残酷的。高昂的模型训练和算力租赁成本就像抽水机一样抽干了他们的现金流。更致命的是，开源大模型的快速崛起正在把他们的产品变成一文不值的免费工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你会看到这类公司的财报接连不及预期，资金链吃紧，股价腰斩再腰斩。第2类将被无情抛弃的是疯狂蹭概念，企图靠所谓的人工智能功能来刺激销量的消费电子硬件厂商。消费者不是傻子，当大家花了大价钱买回去，发现这些功能不过是稍微聪明一点的语音助手时，所谓换机超级周期的谎言就彻底破灭了。没有真实的换机需求作为支撑，这些硬件厂商堆积如山的昂贵零部件库存就会变成压垮他们资产负债表的最后一根稻草。第3类最危险的资产，也是引发这次道指大跌的隐形炸弹，与科技基建深度绑定的高收益企业债。为了修建那些耗资100亿的超大型数据中心，无数企业发行的债券已经把整个信贷市场绑上了这辆疯狂的战车。一旦盈利预期破灭，一旦债务违约潮开启，恐慌情绪会立刻从股权市场传导到债券市场，进而引发流动性挤兑。华尔街的机构为了填补债券市场的亏空，不得不强行卖出他们手里流动性最好的优质蓝筹股来套现。这就是为什么有着100年历史的传统工业股也会被无辜拖下水的核心原因。那么既然市场这么绝望，到底钱去了哪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这3类被绝大多数散户忽略，但却正在被华尔街主力疯狂抢筹的避风港资产。第1类避风港听起来极其反直觉，拥有庞大现金流的算力消耗型传统企业，你绝对没听错。现在市场都在恐慌，数据中心建的太多了，算力马上就要过剩了。但你站在另一个角度想一想，如果算力真的过剩了，谁最受益？当然是那些需要购买算力来优化自身业务的传统企业。算力成本暴跌，意味着他们原本高昂的数字化转型成本被大幅削减，利润率会立竿见影的大幅上升。当科技巨头为了填补产能过剩而大打价格战的时候，这些传统企业反而能以极低的成本完成自身的产业升级，这才是真正的闷声发大财。第2类避风港是永远不会被泡沫破裂影响的实体基础设施和能源板块。技术的发展也许会遇到瓶颈，但数据中心一旦运转起来，消耗的电力和冷却是实打实的。在这场淘金热里，不管挖金子的人最后到底赚不赚钱，卖铲子的人也许会倒闭，但是那个给整个矿区供水供电的人绝对是永远的赢家。铜矿、大型电力公司，甚至核能基础设施，这些看似笨重的老钱板块正在悄悄吸纳从科技股里恐慌出逃的聪明资金。他们不仅有稳定的分红，更是这个时代最坚硬的底座。第3类避风港则是应对宏观流动性危机的终极武器，短期美国国债和实物黄金。当道指一天跌去800点的时候，市场最稀缺的已经不再是什么高科技蓝图，而是确定性。在接下来估值重估期内，华尔街的唯一任务就是保住本金。短期国债提供了极高且完全无风险的收益垫，而黄金则是对抗全球经济放缓的最后一道防线。只有活下来，你才有资格在满地鲜血的时候去捡拾那些真正廉价的带血筹码。说到这里，我知道屏幕前的你可能正感到无比的焦虑，看着账户里缩水的数字，很多散户陷入了一个极其致命的锚定效应陷阱。你脑子里永远锚定着那只股票曾经涨到过的最高点，你总觉得现在跌了 30% 已经很便宜了，于是疯狂补仓。但你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个所谓的高点原本就是大资金用杠杆和乐观预期吹出来的海市蜃楼。你在半山腰接过了筹码，还以为捡了个大便宜。投资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向上的坦途，
每一次惨烈的洗盘，本质上都是财富从盲目跟风的弱者手中向掌握底层逻辑的强者手中转移的过程。如果你现在感到痛苦，把这份痛苦当成你在这个残酷市场里蜕变成长必须交的入场费。当所有的狂热退去，真正伟大的公司才会在废墟中显露出极其诱人的击球区。你现在要做的是立刻清点你手中的弹药，重新审视你的资产配置，把资金果断转移到真正具备确定性的避风港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深度推演彻底打通了你的底层逻辑，让你看清了华尔街的底牌，一定要立刻订阅我的频道，点赞这期视频，并毫不犹豫地开启小铃铛。在这个瞬息万变的2026年，我不允许你错过任何一次关键的财富逃生和调仓信号。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面对这场呼啸而来的大洗牌，上面提到的这3类避风港资产，你现在最打算把资金部署在哪一类里？写下你的投资承诺，我会持续帮你追踪市场的真实走向。我们下期见。